在外面走路 ，How are you? How are you? 记得小时候啊，学英语的时候，比较早的时候就要学这一句。我们小时候的课文现在也是是英式英语，但他用了太古典的说法，以至于大家说到 How are you 都有一样的回答。老师会教，听到这句话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，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固定搭配了。我看过一个脱口秀演员说以前科比到上海来，坐在10万人的体育馆里面，他很开心兴奋地问大家 How are you？ 结果体育场集体的就说 I'm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？ 科比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。这是一个笑话。那我想说的是，当我们讲最常见的这3个字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 How are you？ 我们又究竟如何呢？我们的心灵如何？我们的身体如何？还是最近的一个冥想的体验，特别想和大家分享，也很适合现在在风景不错的路边走路。有次我在冥想的时候它的主题就是 How are you？ 当然眼睛闭起来，身体盘坐着，脑袋里的想法就像放射性物质一样，这时候被激发出来，在空气中飘荡。你很容易去捕捉这些想法。就当思绪万千的时候，那个引导人他就提醒你说，不要去想过去，不要去想未来。你发现对哦，别人问你 How are you 的时候，如果不够坦诚，你会觉得我很好啊。如果再深究一下，我会觉得好像跟太太的关系还不够好啊。小孩学习成绩这么糟糕，令人心烦担忧。父母怎么办？我银行里的钱够不够？但是有人说，所谓后悔都是来自于过去的懊悔和对未来的不确定。所以在问 How are you 的时候，我们脑袋里谈的是各种负面的情绪，讲的是过去和未来的不确定以及懊悔。主持人好像很懂你就在你捕捉这些并不属于当下的情绪的时候，他又来了一句，他说不要想过去，不要想未来，问你 How are you， 你就像我看当下，当下就是此时此刻，你怎么样？他进一步说你的 mind 怎么样？心态。哇，我会发现活在当下还挺难的。我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呢？没有考虑过，总是被过去和未来所牵绊，所牵引。我觉得那时候的当下逐渐变得平静起来，心里是有小小的焦虑的，还是充满着希望的，但是也不是没有恐惧。那我再进一步的深挖，它是什么？好，主持人大概知道你已经懂得什么叫 How are you， 如何挖掘当下。它呢，随着那种舒缓的空旷的灵性的音乐的播放，又接着问你，那么 How is your body？ 你的身体又怎样呢？我们会做 medical check up， 了解自己身体内部的、外部的、看见看不见的身体状况。但是当下呢，好像也是没有考虑。那么我去感知自己的身体，伴随着呼吸，我发现肚子还挺大的，有一些肥胖，睡眠好像还不够好，没有完全睡醒。这就是当下的我，当下的我的身体。后面自然而然了，你了解了当下的身体心灵，了解了整个的自我，那么
你打算怎样做呢？他说，你该如何好好的对待自己？你打算怎样来照顾你自己呢？照顾当下的心灵，当下的身体，这又是我没有想过的呀。你想过吗？当下的你什么状态？你要如何照顾你自己？我就开始懊悔，还是睡得太晚，丢掉了早起的好习惯，还是吃的太多了，身体还不够健康，我还是焦虑太多了，没有全然的活在当下。这就是这次冥想给我的启发。当我们每天把 How are you 挂在嘴边的时候，我也想用它来提醒你 How are you？ 你当下怎样？你的心灵和身体怎样呢？冥想结束我就得到一个小小的启示。我觉得常听人讲活在当下，我们会认为那是一个选择题。如果有条件，我会活在当下；如果我能做到，我活在当下。我尽量的不要活在过去和未来，我活在当下。但是我发现世间的无奈正在于很多事情它不是一个选项，它是一个必须的。活在当下不是一个选项，因为你不活在当下就会被撕裂，就会感到痛苦，就会让生活复杂。你活在当下就很简单，让肚子变小一点，睡得早那么一点，不要担心没有的事情，因为当下不存在过去的懊悔和未来的不确定。这是 How are you 带给我的启示。我知道不会有太多人关心这样的话题，但我还是希望分享出来，让你知道，愿你度过美好的一天。